大人怎么办呢？包大人明天要到寿光去看虎贲营，这下麻烦可就大了。冷静点儿，他要看，你就带他去看嘛。慌什么？可是虎贲营除了留下一个都的兵力之外，其余的全在矿区啊。到时候点阅官兵会一一按照名册来对照，到时候临时安排根本就来不及啊。你就不能把虎贲营调回寿光？调回去？哼，矿场到寿光距离不到20里地，要虎贲营尽快离开矿场，急行军赶回寿光，再加上拔寨安顿，只要3、4个时辰就能够恢复正常。等明天包大人到的时候，就任由他点阅，又有何惧？可是矿场就没人看了。暂时停工，把矿工全都关起来。国北，大人，你带着可靠的捕快衙役赶上山去封住路口，任何人不准下山。等包大人离开寿光之后，虎贲营再赶回矿场交班。是。参见包大人。刘通，属下在。你接任虎贲营指挥多久了？回大人话，属下已4年了。你自认虎贲营官兵的战力如何？啊，包大人，虎贲营的官兵……范指挥，本府不是问你。是，末将多言了。你不必焦虑。昨日，本府看左卫营、近卫营，的确称得上是军容壮盛，纪律严整。然而，今日看虎贲营却有所不同，才有意询问。是，末将明白。刘通，答本府问话。回包大人，属下自认为虎贲营不输其他各营。哦，那么为何本府却觉得虎贲营的官兵面带倦容，精神不振，不像其他各营那般精神抖擞？回包大人话，虎贲营驻扎山区，驻点分散，包大人亲临视察，属下紧急将各据点官兵调回，因此昨夜睡眠不足，以致精神不佳。哦，范指挥是昨天通知你的？正是。包大人临时决定视察虎贲营，末将唯恐视察不及，所以才先行通知。你求好心切，本府明白。只是如此一来，岂不显得本府勘察军务，反而造成了官兵困扰？不，末将绝无此意。也罢，究竟是否得宜，日后本府自会斟酌。不过除此之外，虎贲营的整体情形，可算是差强人意了。谢过包大人。也不是这儿。没关系，我们明天去西边看看，耐下心来，总能找得到的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还要回去和张龙会合，一起回城。走吧。客官，你们可来了！里面坐，里面坐。来，您的茶。我等了很长时间了。久等了。如此说来，林掌柜认为那些家属愿意出面吗？当然，你想，他们的亲人被抓走了，又莫名其妙的失踪，他们心里能不急吗？那就好。等时机成熟了，我会把他们全部都找回来。高官，您是干什么的？
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呢？我只不过是个江湖人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林掌柜，你不要害怕啊！是。哎，几位官爷，哎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哎，几位官爷这边坐，来。哎，好，来，几位官爷，衙门的捕快来了，我不能再说了，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。欢迎4位光临本店。哎，你们慢慢用啊。小宝，来壶上好的香片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！来了，这么大的磨蹭什么呢？渴死我了，这是。这店里。包大人请。请。包大人，本王也曾试图让犬子接受慕容姑娘的治疗，可是王爷，婉儿对此颇有信心。就算没有绝对把握，试上一试，总是有益无害呀。这个，启禀王爷，属下本没有插嘴的资格，可是小王爷受心痛之苦多年，若是慕容姑娘能治好此病，也是小王爷之福分呐。那好吧，你就去请小王爷来一趟吧。遵命。王爷请放心，只要小王爷肯来，婉儿有信心可以说服他接受治疗。慕容姑娘的好意，本王明白，但是令本王担心的是，她未必肯来呀。不，我不去。小王爷，柴路，你明知道我的性格，为何不当场拒绝呢？包大人一番盛情，再说慕容姑娘对你的病术有专攻，王爷实在难以拒绝呀。我这病根本就是这样，死不了也治不好，又何必再去麻烦人家呢？说不定慕容姑娘真能治，何不让她试试？你信吗？这凭父王的财富，王爷府的地位，这么多年，我什么有名的大夫没看过，甚至连皇宫的御医我也试过不少。结果呢？每次犯病的时候，还不是一样，得靠那些药丸来救命。慕容姑娘小小年纪，试问，她怎么可能把这群医束手无策之症治愈呢？唉，包大人和慕容姑娘在前庭等候，小王爷若不前往，岂不令王爷难堪啊？父王应该不勉强我才对。包大人和王爷是莫逆之交，包大人一片关怀之情，王爷怎好拒绝？也罢，我自己前去婉拒就是。启禀王爷，小王爷来了。哦，小王爷，请。
孩儿参见父王。见过包大人。小王爷，慕容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玉儿，你坐下。父王，包大人是长辈，长者在座，又岂有孩儿的座位？小王爷言重了。小王爷不良于行，还是坐下说话的好。长者赐，不敢辞。柴玉僭越了。玉儿，你肯来让慕容姑娘给你诊治，倒让父王颇感意外啊。父王，孩儿今日来，不是为了治病的。那敢问小王爷，你若不肯治病，又为何前来？包大人关爱之情，慕容姑娘医者仁心，在下今天不来，岂非有失于礼？那小王爷既然来了，又为何不肯让我儿治病呢？请问慕容姑娘，自比宫中御医如何？我儿不明白小王爷这句话的意思。王府与宫中御医素有渊源，也曾经有不少人自动请缨来帮我诊治。可是，也不过如此。慕容姑娘，你的医术精湛，可是难道你比宫中御医还要高明？玉儿，你……小王爷，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那些医者的确德高望重，可是他们治不了的病，婉儿却未必治不了。如此说来，慕容姑娘一定是师承高人了。常言道，只有状元徒弟，没有状元师傅。婉儿并非是有高人指点，婉儿的医道是由家中自成，以及自己研修的结果。虽然不敢自诩第一，可是治疗小王爷的病，却十分的有把握。慕容姑娘可能自认很有把握，可是我真的不想再试了。包大人，请恕柴玉无礼。父王，孩儿先行告退。柴玉，婉儿，不得无礼。大人，婉儿敬他是王爷之子，便好言相劝。可是现在看来，他不过就是个胆小怯懦的无知莽汉。婉儿为何不能直呼其名？慕容姑娘，父王，孩儿倒想听听，慕容姑娘到底此话怎讲？慕容姑娘，我在等你说明，我是如何的胆小怯懦，又怎么会是个无知莽汉？你素疾缠身多年，访遍了名医，仍无法根治。你不想让我帮你治病，不就是害怕再次失望，怕受打击？你这不是胆小怯懦是什么？医道医理博大精深，浩瀚如海。多少医者前辈钻研一生，仍不能尽得其妙。你不过就是看几个大夫，做过几次诊疗，就认为自己无药可救，再也不做任何的诊疗。你这不是无知莽汉吗？小王爷，
婉儿说的是否合理？慕容姑娘，你言之有理，而且句句发人深省。好，我为我方才说的话道歉，也希望慕容姑娘你不计前嫌，为我诊治。慕容姑娘，犬子的病究竟能不能治好？如果小王爷愿意听我的话，而且有足够的时间做治疗，婉儿有把握治得好。真的？啊，那实在是太好了。婉儿，小王爷的病情究竟如何？啊，小王爷是通往心脏的血脉过于狭窄，导致血液无法顺利畅通，所以一旦情绪激动或是遇寒的时候，就容易紧缩，也就是犯病的时候。他原本所用之药有用吗？回禀大人，有用，只是这种药只是帮助血脉扩张，这个办法只是暂时有效，却没有办法根治。长年累月之后，反而会使血脉变得更加脆弱，甚至无法负荷。到时候恐怕就更加难以医治了。哦，像小王爷这样的病症，过去可有人犯过？这种病的患者不在少数，而且都是先天宿疾。最著名的就是战国时期的西施了。所谓西子捧心，其实就是患了心痛之疾。慕容姑娘小小年纪，对这些事情怎么如此了解？婉儿家学渊源，又饱读医书，正所谓开卷有益呀。其实这些的确是得自于前人的著书立论。早在汉代的时候，医者对人体的经脉络脉早就已经了如指掌，婉儿只是旁征博引，再加上自己的钻研成果，所以才会有治愈的把握。慕容姑娘，那你打算如何治疗呢？本王必倾全府之力，从旁协助。从现在开始，必须重新调整并且强化小王爷的血脉。有些奇方妙贴，加以每天施以经针之术，假以10日之后，定可以看到效果。好，那犬子的性命就全仰仗慕容姑娘了。王爷放心，婉儿定当全力以赴。
听张龙、赵虎说，你们今天还是没有结果。没有，矿场不在那边的山区。不用急呀，才刚开始嘛，总有一天会找到的。这2天我也在忙，过几天吧，我陪你去找。多谢展大人，不管花多少时间，我一定要把那座矿场找到。被关的矿工，恐怕每天都在等着被救出来呀。大人，虎贲营的官兵已经回到了矿场，属下带去的衙役也都已经回衙了。在这段期间，城内的治安都还正常吗？属下留下了几名得力捕快，在城中巡查，一切无事。范勇，你那边的情形又如何？包大人对虎贲营还算比较满意，他一离开，刘通就将所有官兵调回矿场，明天就可以继续采矿了。好，采矿的工作不能停。明天他去看哪座军营？包大人准备把剩下2座营1天之内看完。什么原因让他这么着急？大人，会不会他看出什么问题了？不可能。本座还是去探探他的口气。包大人，张大人夜晚前来驿馆，有何要事啊？包大人连续视察2处军营，下官一直未曾陪同，实在是问心难安呐。张大人公忙，何必挂怀？再者，有范指挥陪同足矣。毕竟本府看的是他青州步军。是。听范指挥说，包大人明日要赶往2处军营。不错。本府的决定，张大人可是有意见？下官不敢。下官只是担心包大人太过劳累，还请包大人为国保重啊。张大人的好意，本府心里。只是本府自问还经受得住，张大人就不必费心了。是，下官多虑了。本府是想看完军营之后，能够尽快听听百姓的心声，查查张大人的州政。是，下官静候包大人勘察。当然，若是能够尽快忙完公务，也可以前往王府，与柴王爷叙叙旧。老友重逢，总是难得啊。原来包大人和柴王爷也素有往来。柴王爷的青州城，可曾为张大人带来困扰？绝对没有，柴王爷从不曾干涉州政，对王府中人也严加管束，多有节制，从不曾造成青州任何困扰。柴王爷乃是前朝皇室之后，本府也相信他不会给地方上带来任何不便之处。包大人说的是。不过，这右卫营和后卫营之间相距15、16里，两者又各距青州10里。包大人明日想必又要受那车马之苦了，下官不敢多做打扰，还请包大人早早歇息。你去吧。下官告退。大人，张冲前来驿馆，目的不会如此单纯。大人何以让他知道明日预定的行程呢？张冲夜访驿馆，必有原因。姑不论是否另有所图，能让他少些疑虑，总是好些。
右卫营与后卫营可曾派人去查？张龙派人去了，军队若有调动，立刻会回报。大人，张冲走了。本府有意要你回避，就是让你隐藏暗处，一暗一明，更能够查出真相。属下明白。可曾查出失踪百姓的讯息？我已请当地百姓帮我打听，大概1-2天就会有回音。好，届时军务也已看完。若是田青也找到了矿场的所在之地，此案便可以着手侦办了。快干活！哎呀，郝大川在里面！抓狂！救人！快走啊！快！出来！李大叔，危险啊！干活！别说了，干活！发生什么事了？矿塌了啊！这个时候塌，真是无视。要不要派士兵进去救人？救什么人？你把人看好了，别让人趁乱跑了。可是什么？还不快去！人跑了，唯你是问。是。出来了！快来！搭把手！快！矿坑又塌了！